观众朋友们，你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遇见陈阿茂老师。又到了每个星期要来跟老师打招呼的时间了。我们这一次赶快先跟老师打声招呼。老师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陈阿茂，是非常高兴你们来到了武术新传频道。记得每个星期都要锁定陈阿茂老师的节目哦，特别订阅、按赞，这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。老师，这一题肯定问你一定是问对了。有朋友想问老师，请问取名字的禁忌有哪些禁忌？这个好问题，反过来问哦，老师这一题拜托你了。一般在整个生肖姓名学里面，如果来让我取名字的，我们的那个单子下面都有一个要注意的事项。我们在用文字，不可以跟我们的父母，不可以跟我们的内外祖父母，还有不可以跟舅舅跟舅妈。你看，父母、内外祖父母跟舅舅舅妈，就这三大主体。对，那我们有谁？有伯叔姑姨，还有伯母婶婶。那为什么老师都没有讲到这一些？为什么老师在讲姓名学在取的时候，就只有内外祖父母、父母跟舅舅舅妈？那伯叔姑姨为什么没关系？那最奇怪的是，伯叔跟舅舅舅妈不是平辈吗？那为什么伯叔没关系，舅舅舅妈反而不行？所以跟父母不行，跟内外祖父母不行，大家可以理解。对。但是为什么伯叔没关系，却舅舅不行？对。闽南话有一句话：天顶天公，地下无舅公。天上天公，地下母舅公。所以母舅代表我们人间道的天地。所以以前新人结婚的时候，要请男方的舅舅来点香烛给新人祭祖。是。那天主教可能请神父，基督教请牧师，对不对？由他们来做主。那为什么我们民间信仰里面要请舅舅来点香烛？一般有些女人她可能没有兄弟，但是她希望我嫁过去有一个小孩能够回传给我娘家。所以新嫁娘进夫家的门，点香烛祭祖，手还握着香烛，还没有插下去之前，她还属于娘家的人。是。那由舅舅来替新人跟夫家的祖先讲，比如说夫家祖先这边也同意第几胎可能要回传娘家，所以做舅舅的可能就要跟夫家的祖先讲，因为你们这一边枝叶繁茂，那亲家那边他希望借你们的枝叶能够回头还原他们那边的枝叶，能够让他们也跟着一样的枝叶繁茂。所以第几胎的男的要回传新娘子他们那边。是。所以我们讲说，舅舅点香烛有这个需求，就是要舅舅出来。那如果没有舅舅的人，那就要请地方有名望的那个士绅，对，或者是请专业的老师来做这样的一个宣读。是。所以就在姓名学里面的一样不可以犯的，就是内外祖父母、父母还有舅舅舅妈。那另外一个比较跟亲属没关系的，我们古时候的三圣人是尧、舜、禹。尧禅让，所以天官；舜24孝的第一个生肖，大孝。那禹呢，很有智慧，所以你就知道古时候的三圣人，一般在老师的生肖姓名学里面，都比较希望能避就要避，是用上去了，用在第二个字跟用在第三个字，还是会有一些不同形态的反应。是，所以这在整个统计下来，这三个字用上去，某些地方可能要有部分的牺牲。了解。OK， 这是老师帮我们整理出来，在生肖姓名学取名字过程当中，特别要注意的几个禁忌的地方。老师，那这样我听起来也听了不少回，这样这个舅舅好像就是女方在跟男方成亲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代表人物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地位很重要。他代表天地来为新人做扶正，替新娘子跟男方的先人要求什么条件，由男方的舅舅
代表天公的位置来做一个宣誓，就像神父、牧师在替他们新人做扶正一样的祝福。了解。好，再次感谢老师的解答。老师，我再帮观众朋友提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今天早上的话也接到一通电话，他说，不可以跟母舅犯上。那观众朋友的话，他是讲说，那个舅公会不会有关系？跟股公会不会有影响？对，犯到股公会不会？老师只有讲到祖父母，没有讲到曾祖父母，最奇怪的第一个。第二个讲到舅舅，没有讲到舅公，好像他们都比他们都大一辈，为什么没关系？我们讲说孙站在爷爷奶奶的头上，所以我们很多的人都是曾祖父那一辈来的。OK， 那舅舅代表天公，那姑公呢，好像又比舅舅大一辈。对不起，那是阿嬷的兄弟，不是我妈妈的兄弟，所以这在用的方面，它反而都不在这一个禁忌范围。还有补充一下，连同音尽量都不要，不用到同字，同音都不要。相逢的逢跟江鸟红、宝盖红音有没有雷同？有一点。这样的话，能够避就是要避。真的啊？哇 ，OK， 谢谢老师最后帮我们压轴做提醒，连音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也都要避开哦。还有客家话、闽南话、国语有些不一样，对，但是闽南话还是客家话，他们音又一样，所以不是光国语的音不同而已。对，本家自己的方言的音也要避一下。哇，谢谢。各个族群的话都要注意一下。对，这个再这样下去我就谢谢不完了。不过延伸的真的非常的好，这都是精髓中的精髓。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时间，谢谢张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的，各位朋友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你的小铃铛，这一步里面相当重要。特别你要取新名字的时候，这几个是你要避开的雷咯。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